库迪宣布取消全场9块9，瑞幸、蜜雪、奈雪纷纷收缩低价策略。难道说中国咖啡价格战走到拐点了吗？2023年，库迪率先发起全场9块9，把原本10几、20几一杯的现磨咖啡卷成了比瓶装水贵不了多少的打工人续命水。巅峰时期，他用2年多时间狂开1.8万家门店，足迹遍布全球33个国家，硬生生从瑞幸手里抢下这半壁江山。就连星巴克都得慌慌张张推出低价套餐应对。可谁也没想到，曾经喊着9块9补贴持续3年的库迪，居然提前刹车了。仅在特价专区保留少数9块9产品，其余产品全部恢复11.9元至16.9元的常规售价，单品涨幅直奔60%，甚至就连瑞幸、蜜雪、奈雪纷纷收缩低价策略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曾经靠低价狂欢的咖啡市场真的走到拐点了吗？2022年，库迪悄悄成立，老板就是瑞幸前创始人陆正耀，那个曾经靠烧钱把瑞幸送上市，又因财务造假离场的咖啡圈狠人。大家都清楚，他能卷土重来，就肯定有大招。果然，2023年2月，库迪直接放大招，70多款产品全部9块9起，后来还在抖音发8.8元甚至更低的券，新品有时候才4块9一杯，这一下直接把咖啡市场的价格底线干穿了。要知道，那时候瑞幸均价15元左右，星巴克快30元，就连主打低价的蜜雪冰城幸运咖也只是9块9。库迪这波不就是降维打击吗？但库迪的心思很简单，那时候中国咖啡市场正在扩张，2025年市场规模都到2181亿元了，很多人想喝现磨咖啡，又觉得贵，他就靠低价快速让大家记住自己，同时疯狂开店，靠规模摊薄成本，用少赚多卖的思路抢占市场。事实证明，这招确实管用。2022年10月开第一家店，2023年5月就有2500家，2024年突破7000家，2026年初直接冲到1.8万家，在全球排名都是第3，扩张速度比当年的瑞幸还快。这时候库迪也赚足了名气，2024年5月就开始持续盈利，还说9块9咖啡不亏。可谁能想到，仅仅1年多他就打破了自己的承诺，这背后全是藏不住的麻烦。所有靠低价崛起的品牌几乎都躲不过一个问题，隐患太多。库迪的9.9元神话看似风光，其实是靠压缩成本，靠外卖平台补贴撑起来的。一旦补贴退潮，成本上涨，这些麻烦就全爆发了。库迪只能急刹车。咖啡的核心原料是咖啡豆，近几年全球咖啡豆价格一路飙升。2024年，巴西等主产国遭遇恶劣天气，产量大跌，咖啡豆价格也创历史新高。再加上包装、运输成本上涨，全球通胀，咖啡企业的压力越来越大。据统计，2025年中国咖啡豆消耗量近40万吨，需求增加，价格更是居高不下。之前库迪能维持9.9元，全靠外卖平台补贴，一杯咖啡有时候低至1.99元，全靠平台和库迪自己书写。可从2025年开始，监管层规范外卖平台竞争，补贴大幅收缩，美团亏损严重，再也无力补贴，库迪自然就失去了低价支撑，只能自己扛成本了。除此之外，库迪也没了增长动力，1.8万家门店离原本的目标有差距，扩张速度也慢了下来，加盟商回本周期变长，很多人开店倒贴钱，闭店潮悄悄出现，而且竞争对手越来越多，幸运咖、古茗、茶百道也推出低价咖啡，进一步挤压了库迪的空间。当然不只是库迪取消全场9块9，其实在库迪之前，很多品牌就已经开始收缩低价补贴，最大对手瑞幸早就调整了策略。2024年开始，瑞幸的9.9元活动就不再全场通用，只有少数基础款能享受。2026年初，热门款涨到12.9元以上。瑞幸虽然盈利，但外卖成本太高，净利润下滑，所以重点发力到店自提，回归健康盈利模式。中高端品牌也在调整，星巴克放下身段，小幅降价，推出早餐系列，吸引更多消费者，但始终坚守中高端定位，不参与低价战。最有冲击力的是新茶饮品牌跨界入局，古茗、茶百道纷纷做咖啡，不拼低价，拼高性价比。库迪取消全场9.9元，不是彻底放弃低价，而是想软着陆，就是保留部分9.9元产品，涨其他产品价格，调整优惠活动，既留住价格敏感的用户，又提升利润，试图摆脱低价标签。从目前的反馈来看，还没出现大规模用户流失和闭店潮。太原一家库迪门店调价后，工作日每天卖200杯左右，加盟商说外卖平台还有补贴，客单价没明显上升，2026年毛利会回升，能稳定盈利。其实库迪的这种转型也折射出咖啡行业的困境和方向。过去几年，行业野蛮生长，只拼价格、拼门店数量，忽略了品质和服务，陷入低价低质的循环。如今行业回归理性，大家终于明白，咖啡的本质不是便宜，而是好喝、有价值。现在库迪、瑞幸还有低价产品，幸运咖、古茗还在低价赛道发力，但咖啡市场已经不再唯低价论，价格战的拐点已至，野蛮生长时代结束，一个更理性、更成熟、更多元的咖啡市场正在向我们走来。